Chinese discipline doesn't blink even when Air Force One shakes the ground just meters away. Power isn't always loud. Sometimes it's the soldier who never moves. 5月13号的晚上，北京首都机场，当时天已经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美国总统的空军1号来了。这排场啊，老美恨不得把老子天下第一这几个字儿直接刻在引擎盖上。重点来了，各位注意看当时的画面啊，就在这架几百吨重的飞机转向，发动机尾喷口对着停机坪的时候，距离飞机仅仅几米开外的地方站着咱们的一名中国仪仗兵。各位，你们知道波音747发动机贴脸输出是个什么概念吗？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啊，那像咱们平时走在街上啊，旁边过一辆大卡车按个喇叭，你是不是都得吓一哆嗦啊？大卡车喇叭也就是80-90分贝，而当时那架空军1号地面试车的噪音轻轻松松突破了120分贝。120分贝是啥意思呢？这就好比啊，有人把你绑在椅子上，拿了2个广场舞大妈用的那种最大号的低音炮贴在你的左右耳朵上，同时呢还在你的脑瓜上点了1万响的大地红鞭炮。那种声音啊，已经不是吵了，那是声波直接往你5脏6腑里钻呀，震得你心脏都要偷停了。不仅是噪音啊，那发动机喷出来的气流带着浓烈的航空煤油味和高温，你说正常人遇到这种阵势啥反应啊？你别跟我说你能扛得住啊！人类进化了几百万年，老祖宗在原始森林里听到老虎吼一嗓子，第一反应绝对是肾上腺素狂飙，赶紧捂着耳朵闭着眼睛往洞里钻。你要是在现场，别说是站着了，你估计早就抱着脑袋蹲在地上怀疑人生了。结果呢，外媒的高清镜头死死怼在咱们这名仪仗兵的脸上，没捂耳朵，没皱眉头，没缩脖子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啊！任凭你美国总统的飞机怎么轰鸣，怎么喷气，咱们的兵纹丝不动。这短短几十秒的视频一发到海外社交平台上，好家伙，直接掀翻了天啊！播放量几个小时就破了100万。那帮平时看咱们不顺眼，总爱挑刺的老外，这次是彻底被干服了呀！有一个老外留言说：“老天爷啊，我就是干机场地勤的，我太清楚那该死的发动机噪音有多恐怖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情，它是个机器人吧？”还有一个网友说的更直白更扎心，伙计们别争了啊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军队被全世界公认为陆战第一的原因。你看他们的眼神太可怕了。听听啊，连一向心高气傲的老美都开始集体倒吸凉气了呀！当然各位，如果要我说单纯夸一句震撼淡定那真是太肤浅了，你根本没有看到咱们中国军人骨子里那套东西。这名仪仗兵为什么能不动？是因为他没有听觉吗？是因为他痛觉神经坏死了吗？都不是啊，这叫对自己身体机能的绝对控制权。这种控制权是怎么来的？是靠成千上万次堪比地狱一样的重复训练生生磨出来的呀！在他站上那个岗位之前，这种级别的轰鸣声在他的脑子里早就预演了无数遍了。那对咱们的兵来说纪律这个东西从来不是贴在走廊墙上喊口号用的，它早就超越了生物的本能，长在了肌肉里，刻进了骨髓里。有人可能不服气不就是站个军姿吗？我大学军训的时候也站过，半个小时都不带动的。大哥，你快拉倒吧，你那是站军姿，人家那叫硬气功。咱们中国仪仗兵立正有一个死标准，叫3挺1正。啥叫3挺？挺膝、挺胸、挺颈。那整个人必须像一张拉满的弓，每一块肌肉都在发力。啥叫一睁睁眼，而且是迎着风迎着太阳睁咱们普通人大概5-6秒钟就得眨一次眼，不然这个眼睛干的受不了你猜仪仗兵的要求是多少？40秒不许眨眼。你们现在就可以放下手机，盯着那个白墙试一试我敢打赌，不到20秒，你的眼泪就哗哗往下流，跟看了8集苦情剧似的。那为了练这个咱们的兵一天8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，只要这个教官没下令，你就得站在原地站上3个小时，一动都不能动，40秒绝对不能眨眼，眼泪更不能掉下来。这就叫纪律打赢了本能。你以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普通的士兵？错，你面对的是一台拥有钢铁意志的战斗机器。其实咱们中国仪仗队这股子让人头皮发麻的狠劲儿，真不是今天才有的从老一辈开始咱们就是靠这个镇场子的。1972年的2月21号，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华，
各位，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可穷啊，中美也没有建交，北京机场别说现在这么气派了，连个像样的红地毯都没有啊，更别提什么鲜花和群众欢迎队伍了，满目凄凉，啥也没有。但是咱们有啥？咱们有371名3军仪仗队的小伙子。当尼克松裹着大衣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，等着他的就是这371尊铁塔。后来尼克松回国后，在他的回忆录里是怎么写的？他原话大概是：我的上帝啊，中国仪仗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出色、最震撼的队伍。他们个子高大，穿得笔挺。当我沿着队列走过去的时候，每个士兵的头慢慢转向我，那种密集的队列，那种整齐划一的眼神，让我感觉自己像被他们催眠了一样。听见没？像被催眠了一样啊！50多年前的美国总统就被咱们的兵给震撼住了呀。今天懂王空军1号下面那个纹丝不动的兵啊，只不过是咱们换了个时间，换了个地点，再给美国上课罢了。咱们再看看当年的俄罗斯红场阅兵，俄罗斯红场那地砖啊，大伙在电视上都见过吧？全是几百年前铺的青石板，凹凸不平的，坑坑洼洼的，那穿着皮鞋走在上面，极其容易崴脚。结果呢，咱们102个中国仪仗兵啊，走出了每步精确到72厘米，每分钟120步的恐怖节奏啊！硬生的把那条烂路走成了全场唯一一个零误杀的神级方队。当时连俄罗斯的解说员都快疯了，惊呼：中国人已经超越了人类仪仗队的极限，他们的一致性连1毫米都不差。更有意思的是啊，特朗普这老头自己都亲口夸过，2017年他第一次来中国之后，到了2026年的2月。他在华盛顿开会的时候，当着一帮美国政客的面拍着桌子说 Gave me a display. I never saw so many soldiers all the same height, exactly the same height within a quarter of an inch. You can do that when you have 1.4 billion people. It was pretty amazing. 我知道有些网上的杠精看到这儿，估计又要出来跳脚了，阴阳怪气的说：哎呦喂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高科技战争，无人机满天飞了，你们还在死磕站军姿、走正步？站得再直能挡住导弹吗？搞这些表面文章有啥用啊？我今天就拍着桌子告诉你啊，说这个话的人纯粹就是脑子里进了恒河水，账算的太窄了。一支军队的纪律它从来就不是什么表面文章，它就是战斗力长在脸上的样子。阅兵的时候能走得像尺子量过的一样齐，外事场合在120分贝的噪音下能站得像一根钉子一样稳，这到底是在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啊？这支军队啊，拥有着不可摧毁的执行力，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强硬的威慑吗？这是一种不需要开枪、不需要放炮就能让对手胆寒的威慑。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啊，一支连空军1号的发动机、贴脸喷气都撼不动分毫的队伍，真到了战场上，顶着枪林弹雨、炮火连天，他们的令行禁止会恐怖到什么程度啊？哪个瞎了眼的对手愿意在战壕里碰上这么一群不要命的兵？大伙儿如果不信啊，去看看咱们在海外的中国维和部队。就拿咱们第12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来说啊，去那个鸟不拉屎天天打仗的地方执行武装护卫，联合巡逻任务已经60多次了，处理了几十起拿枪指着头的突发事件。那为什么联合国现在越来越依赖咱们的维和部队？就3个词儿：专业、训练有素、纪律严明。曾经有外军的军官在私底下感叹过，中美军队在武器装备上或许还有的一拼，但是在纪律这个维度上完全就是代差。而这种纪律上的代差一旦上了战场，就会瞬间转化为碾压级别的战斗力差距。咱们中国军队这股子定力可不是什么一朝一夕就练出来的表面功夫，往根儿上跑，咱们得追溯到1927年的井冈山。当年毛主席在雷打石上给咱们的这支队伍定下了3条纪律，那后来就演变成了咱们耳熟能详的3大纪律8项注意。从那以后啊，纪律这2个字儿就成了中国军队的魂。咱们常说令行禁止，这4个字不是写在纸上的，是拿命换的呀。上甘岭美军炮火把这个山头都削平了，阵地没丢。汶川地震敢从5000米高空往下盲跳，那是直接跟死神抢人啊！这种硬核的战斗力，是你能靠嘴巴在这个键盘上敲出来的吗？咱们再说说视频那个一动不动的仪仗兵啊，他站的地方不只是北京机场那个亮堂堂的地面，在冻得人直打哆嗦的边防线上，在闷热的像蒸笼一样的海岛哨所里，在洪水滔天的救灾一线，这种一动不动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定心丸。那什么3挺1征，什么生死坚守，对于他们来说早就不是在演练，而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了。1972年尼克松领教过一次这股力量，
2026年，全世界借着懂王专辑的轰鸣声，又结结实实的领教了一次。50多年过去了，哪怕外面风云变幻有些深植在骨子里的东西，咱们中国人一点没变。